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加拿大的奇闻趣事。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？大家知道这2年加拿大火了，因为加拿大土地太大，人太少，现在加拿大需要很多的渔民。据最近这2天的新的政府的报告，在加拿大计划2023年要渔民46万人，2024年要渔民48万，到了2050年要50万。加拿大需要人，加拿大需要很多人来建设这个国家。现在有很多的位置需要有人来工作，这是好消息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新闻。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吹一吹加拿大这个地方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事儿。也许你听一听，你就知道加拿大大致是什么回事儿。或许你听完了以后，你就会有兴趣。先说一说加拿大这个城市、这个街道和人们的一些小人文的心情和故事吧。很多新移民一到这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拿到加拿大钱，怎么1毛的钱比5分的钱要小？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。出国很多年以后，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，为什么5分钱的零币比1毛钱的大。在我过去的生活的经验当中，好像不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加拿大人作弊他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。有人说加拿大很冷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加拿大人是不穿棉毛衫的。在我们中国，大家都穿棉毛衫，穿的很多。在这里穿棉毛衫不太适用，在家里穿太热，出门穿一下。如果是进了商场、进了工作单位，穿棉毛衫也是太热。所以这里虽然很冷，棉毛衫不吃香，没有人喜欢它，穿的人很少，在商场也很少卖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到加拿大，你说 OK， 那我想搞一点个人的收藏，那加拿大是个好地方。加拿大的周末都有 garage sale， 这什么呢？就是很多人把自己买的东西、不要的东西摆在门口出卖，然后很多人就来这里逛一逛，既不浪费了东西，也可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但是在加拿大让人惊喜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会在人家出售的这些东西当中呢，找到精品，可以找到很多文物。这是很奇怪的。加拿大人很喜欢收藏，加拿大人喜欢经常换他们的钱，特别是制作这些小币。今天有一个新的节日了，有个纪念的事儿，他们就要做一个新的币。没过几天又有一个又要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来了加拿大，你想搞收藏，那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加拿大人少，你到 Post Office， 你到邮局去买这些纪念品，都很容易买到，都很容易收藏到。只要你愿意做，你坚持做，你可能就是一个收藏家。到了你的第2代、第3代，你所收藏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，但是就会很高的价值。加拿大，你走到街上，你如果要坐一个公共车，你会感到很纳闷，
因为在其他地方，比如在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坐公共车，很简单，一看牌子，清清楚楚什么街什么巷，你坐几站到那儿下车就行了。在加拿大不是这样，因为加拿大人太少，他这个公车呢不可能随时过来，所以你最好在家里边电脑里查一查，你这个车子什么时候到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，这样你可以落实。然后这些牌子上写的东西呢，你必须明白，它的牌子几乎是一个空白，它最多就是出示一个什么地方是地铁站，会离你很近，所以每一道车，每个车号，它怎么走的，你必须要弄明白。我们刚出国的朋友是搞不明白的，不知道这个车到哪里，不清楚这个车前面一个站是什么站，而且加拿大的车子站台和一个站台公共车很近，可不像我们中国，很近就是一个车台，所以这也要小心，这也是要学习的东西。我给大家先讲这些小事儿，然后我再给你吹一吹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呢？它的自然环境是怎么样的呢？也许大家都知道，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，除了俄罗斯就是加拿大，它有99.80平方公里，这是第二大的城市。加拿大的渥太华是在加拿大的英语区和法语区之间，一半讲英语，一半讲法语，这就是加拿大的和谐多元的文化。因为加拿大是两种语言，官方语英语和法语，所以这个城市就建在英语和法语的交错之间。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可大，但是美极了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冷的首都，大家知道是莫斯科，但第二冷的首都是哪呢？就是渥太华。当你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吃惊，为什么？因为加拿大人有点奇怪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太友好了。你在加拿大可能很难找到暴躁的人。加拿大的生活慢节奏，加拿大人相处很优，很互相照顾，从来不会有什么特别暴躁的人，几乎找不到。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例子，加拿大有一个法律叫做道歉法。什么叫道歉法呢？就是说加拿大这个国家是以道歉来闻名的，过度道歉使这个国家呢确定必须要有一个道歉法。2009年加拿大通过和批准了道歉法。这个道歉法里边有一个最让人感到特别有趣的条款，这个条款就说禁止在法庭表达道歉。你看，在法庭里他还要道歉，所以这个法律规定你在法庭里不能道歉。如果你来到加拿大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加拿大是一个受教育非常普遍的国家。到目前为止，加拿大所受的高等教育占50%，在这个世界上它是 No.1， 据说第二是日本。所以到加拿大，你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。说到加拿大这个国家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加拿大有很多的山，有很多的河，
有很多的海，有很多的高速公路。对，这是对的。加拿大最长的海岸线就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。如果你要走完这条海岸线，需要走4年半的时间。有多长呢？我给你一个数字，大概是202.080公里。你说有多长？这是世界上最长的。而湖泊呢？加拿大是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还要多，大概有300万个。加拿大占据了世界湖泊淡水量的20%。我们说加拿大是一个太自然的国家，是一个自然的国家，那是没错的。加拿大北部有很多的黑熊，有很多的长鹿，这是世界上最多的，也是最大的世界上这些动物生存的地方。我就给大家随便聊一聊，你就知道这加拿大多么有诱惑性。加拿大有一个省叫魁北克，就是我在的这个省，这也是鼎鼎有名的北美的一个省份。这里有魁北克市，魁北克市有一个层楼饭店，这是北美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一个建筑。很奇怪的是，在整个北美只有魁北克讲法语。法语很可爱，法语也很好听。北美的人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如果没去过魁北克，没到了魁北克城，没有进了老城，没有看了那个饭店，那你就白来北美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我跟你说这些，你大概有对加拿大有了一点印象。我想告诉你，加拿大大移民的浪潮来了，你怎么考虑？欢迎你来加拿大。我在加拿大生活30多年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人，特别是人性的生活，那是绝对优越的。谢谢你。